第二部分我想讲一下这边老外基本上用的 APP。其实我没有特别。我个人是一个喜欢把手机的界面保持得很简洁的人，所以说，我都是用一些最基本的，然后有重复功能的我都不会去用。然后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最常用的，应该大家都知道是第一个是 Facebook， 然后是最常用的。一般我用 Facebook 的话都是给就是说跟老外建立关系，因为有的时候你要面对朋友离别的时候的话，你要留一个，因为他们没有 WeChat， 他们没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用的一些社交方式，所以说脸书是可以用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 Instagram。然后 IG 前几年好像在国内可以用，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封了。我用的原因是我有时候会 po 一些照片，因为旅行的照片，还有一些我觉得 IG 是你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旅游的照片，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搜一个字，然后你会找到那个地方所有很好看的照片。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社交媒体的话，大家不要太沉溺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国内的社交媒体是什么状态。因为这边的社交媒体的话，我感觉大家都在 po 一些很幸福，你知道夫妻很开心的。其实你看多了，你会都觉得自己生活很悲哀，但是其实生活都是很正常的，他们只是没有把不好的一面或者是不开心的一面 po 上去。然后另外一个 APP 是LinkedIn， 是叫领英，国内应该有用，因为这个 APP 的话，主要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真正要着手找工作的话，你可以用，上面可以建一些自己的 CV， 因为这边找工作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把你领英的链接发给雇主，这样都是可以的，而且都是比较常用的。还有领英里面有一个功能的话，是它可以推荐。等于是，假如说我和他之前有连接，然后之前那个人可以在我的那个界面上写一些他的工作，以前的工作是怎么样子啊，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他可以在你上面会留一些留一些推荐的话，所以说很多其实招聘的人他会看你领英的界面，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是应该是算国外版的交友软件，是 Tinder， 应该大家有听过吧？我是有听说，朋友的朋友有通过上面认识了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如果觉得无聊的话。然后另外一个是 Revolut， 这一个是我在上一篇有讲到，可以分账单的，就是说这个的普遍率还蛮高的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吃饭的话 AA 你没有带钱，你可以通过这个转钱给别人，因为我知道很多老外都在用，然后那上面功能其实也挺多的，上面还可以，如果你升级会员的话，你还可以享受在机场的一些VIP 的那个叫什么贵宾室，然后还有那个旅游保险有加进去，大概你每个月可能就付个10欧左右吧，10欧到15欧左右会有这些附加的服务，然后上面还可以炒股啊，可以买比特币啊。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用这个软件的。然后有2个叫外卖的软件，一个是 Deliveroo， 然后还有一个是 Just Eat， 就是说这2个软件是这边叫外卖比较多的。说到叫外卖，我大概提一下，因为我之前说找兼职嘛，其实叫外卖的话，你也可以去，好像是 Deliveroo， 它上面会有一些你可以去做一些送餐的这个工作，其实赚的也还是不错的，如果是你是学生的话。另外一个是听音乐的话，我之前有用过那个叫什么搜狗，还有那个 QQ 音乐，在我的手机上，我不知道2013年的时候，就是说我刚来的时候好像都用得了，然后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原因，上面会写由于版权原因你就是说听不了了，是版权原因，所以说我现在转到的是叫 Spotify。也还可以了，上面你该有的歌都有，然后说实话，也够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谷歌的2个 APP， 一个是谷歌地图，很简单。我觉得如果你在外面的话，你不可能再用百度地图了，因为外面那个什么主导的力量都是谷歌，所以说谷歌地图非常好。
另外一个是谷歌的翻译。这个软件的话，我用的是，我其实没有下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用。它那个有用的好处是，如果你去西班牙或者是你去一个外文的国家，然后你把那个摄像头对到那个，假如说你去超市买东西，你可以把摄像头对到那个商品上，它会立马翻译出来，所以说叫 Google Translate， 非常好用。还有一个就是 What's Up，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这边的 WeChat， 就是世界版的 WeChat。它没有 WeChat 功能那么多，它那个什么放那个什么照片啊，那个什么瞬间的功能，还是最近才开始的。我记得是去年才开始的，就是之前你都不可以和你的朋友分享照片。但是其实我非常喜欢用 WhatsApp， 我一般交流都在 WhatsApp 上面，因为我其实，在 WeChat 上面我会感到有人在后面，你知道，所以说我其实是偏向于用 WhatsApp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都柏林 Bus， 是都柏林巴士，然后这个就是查巴士的公交线路啊，什么时候到站啊，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，是非常非常实用的。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还会下一个是叫 Radio Player， 上面就是一些爱尔兰当地的一些电台，是我在手机上是真正有的。因为我有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下的原因是我有的时候回国回太久的话，我会有一点想念这边的口音，所以说我听一听，因为上面都是爱尔兰的电台，所以说你会听到很熟悉的爱尔兰的一些口音啊、讲话呀之类的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。如果你想学爱尔兰语，就是说想学爱尔兰腔的话，听他们的电台是非常有用的，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爱尔兰的雇员。另外一个是叫 Free Now， 它是这边打出租车的软件，因为这边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Uber 的，在我印象中是没有 Uber 的，所以都是用 Free Now。可以直接和银行卡绑定，可以叫出租车。然后另外一个是 AliExpress 基本上是那个阿里巴巴的国际版，里面东西说实话肯定是没有国内的淘宝好，但是我用是因为我常年在国外，然后我有的时候需要买一些便宜的东西，我还是会上 AliExpress 上面去买。说实话，我还是基本上都是从国内带东西回来。其实还有两个网站，第一个就是 YouTube， 不用多讲了 ，YouTube 是我唯二的，一个是谷歌，还有一个是 YouTube， 是我愿意花钱去看的，因为上面东西真的是太多了。我每天基本上黏在 YouTube 上面的时间基本上都是7-8个小时。我基本上上班的时候，我就会把 YouTube 打开，然后听一些什么故事啊什么之类的，非常非常好。另外一个就是视频分享网站。我其实刚来的时候，我会用一些什么爱奇艺，还有什么优酷之类的。然后其实在这边的话，好像我感觉你去看国内的那些视频网站会非常卡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是。我建议，而且好像有的时候还会有版权，什么版权不能播之类的原因。然后我建议大家一个网站是我用的是叫多脑，就是多脑盒的多脑，它上面就是一些免费的，然后国内的电影啊、电视这都有，国外的也有，所以说非常好用。差不多就这些。最后一个部分呢，我就大概提一下交通方面，就是说大家下飞机以后的话，可以去飞机场那个有 SPA， 有一些小的商店，你就跟他要一张那个，就说买那个 Leap Card， 然后上面充一下值，然后坐到市中心是16路和41路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想省钱的话，坐公交，下飞机买卡，然后坐公交，大概费用是2.6块左右吧。如果你实在太累的话，你可以坐那个的士，然后的士呢也是在飞机场外面有，上面应该都有那个很明显的牌子。然后一般这边司机不会乱跟你绕路，一般都不会。哇，这边好晒啊！然后过完马路。
然后然后那个的士的价钱是大概打到市中心大概25欧左右，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是坐那个有那个大巴，但是你那个大巴有一个是叫 L Coach 那个公司，还有一个是747，一个绿色的双层的，上面你会看到747大概是7、8块单程，大巴的话好像也是5、6块钱吧。反正其实机场到市中心，它会有很多标识的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坐 taxi， 可以坐公交，然后可以坐大巴，看你自己当时的需求，然后其他的没有什么了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在这边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。然后想帮我积累一下旅行基金的话，用我的爱彼迎的那个链接注册一下。然后今天就这样吧，拜。